爱情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比毒药还毒。我母亲就是死在这样的毒药当中。清河，千万不要像娘一样散尽家财扶你爹上位，最终只换来一碗毒药。幸好我遇到了师傅，九州枪王风无痕，他传我武艺，养我成人。我刚满18岁，我爹满嘴亏欠来接我回去，爹还是没变，害死母亲，还想用我联姻换他的仕途。清河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和爹回去吧。好。而我回来的第一天，爹就设宴让我熟悉达官显贵，好明日抛绣球时选个乘龙快婿，帮他再上一层楼。清河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郎中令家的大公子，掌管功业安危，是皇帝心腹，前途无量。这应该就是姐夫了，不知道明天我绣球抛给姐夫，我这个姐姐会不会气疯？爹，这位是？那是你未来的姐夫，永宁侯府世子，文成武就，身居要职，国之栋梁。原来是姐夫，清河初来乍到，敬你一杯。还是姐姐来敬你，明日抛绣球可正准了，别跑到世子这里。看来这个姐姐对我的敌意不浅啊。少爷，今日老爷让你背的诗文还没背完，夫人让我请您去书房。背，天天背这些文绉绉的东西有什么用？还不如练武。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爹的账本，拿下他的罪证。娘说过，账本藏在书房，爹的暗格应该在花瓶后面。果然不是账本，藏起来的书院地图，难道账本不在书房，而在书院阁楼？还有人夜探夜渊书房。怎么是你？半夜3更，谢世子怎么会出现在我家中书房？难道叶二小姐也是为了叶渊贪腐的账册而来？二小姐别误会，谢某不太熟悉叶府，走错罢了。这个叶二小姐似乎比叶大小姐更有意思，有必要查查她的底细。今日我叶家二女儿绣球招亲，多谢各位公子捧场。世子，查到了，叶家二小姐自幼在庄子上长大，不受宠爱。另外，10年前有流言说叶二小姐生母恐怕是被叶家夫妇2人所害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或许叶二小姐是更适的盟友。听说这个二小姐是刚从庄子上找回来的村姑，怪不得乡下来的一股蛮劲儿，好好的绣球都能抛错。老爷，绣球挂到树上了。慌什么？找人把绣球取下来，再抛一次。我说怎么和明叔相处那么久都不提亲，原来是看中清河那丫头了。好，今日头筹属永宁侯府世子谢文昭。他果真接住了我的绣球，看来昨晚书房内不止我一个人别有目的。叶清河，你什么意思？和我抢世子吗？
姐姐，我只是把绣球抛出去，世子恰好接住了这个绣球。清河，你也知道你姐姐和世子两情相悦，不如再抛一次绣球。胡闹！谢世子能看上清河，是我叶家的福气，如何能随意更改？叶老爷客气。清河小姐聪慧端庄，能接下二小姐的绣球，是我的荣幸。谢世子看上我妹妹了，那和我这些日子的相处是什么意思？这些日子，我欣赏叶大小姐的才华，但从未有过什么男女之别。这段时间若有让大小姐误会的地方，我在此澄清，我对二小姐更感兴趣。世子是不是被他人畜无害的模样蒙蔽了？明叔，不像话，不得对世子无礼。明叔，回来。既然接了你的绣球，就是婚配关系成立，这是信物。书院令牌，莫非和昨晚那张麋鹿书院地图上圈出的阁楼有关？这太贵重了，我和世子才第2次见面，还不熟悉，怎么敢收那么贵重的信物？这可和书房完全不一样，明明是第3次见面，那就熟悉熟悉。3日后皇家狩猎场，府上可有兴致让清河小姐同去，正好让她散散心，也见见京中女眷。那这扳指就等着二小姐觉得与我熟悉了再收，如何？自然自然，这是好事。既然接了绣球，也该先培养培养感情。我刚回来不太熟悉，不如带上姐姐吧。姐姐刚经历了伤心的事，去散心也是好事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合适的公子呢。那就听二小姐的。满楼啊，眼看世子要成你姐夫了，你让他帮帮忙，给我们安排个职务呗。得了吧，就他这种怂包，还文不成武不就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去。走了走了。哼，明叔啊明叔，你和叶清河那野丫头也是亲姐妹，那丫头才回来几天，就把世子从你身边轻易勾走了。母亲，过来。明叔，你那生母带着叶清河一走了之，是母亲把你养大。她一回来，你父亲的目光、你的良缘，全都被她勾走了。你甘心这样？叶清河和我说，邀请我一起去狩猎场。母亲，女儿一定早早谋划，让他狩猎场过后有去无回。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叶二小姐会骑马吗？我自小在庄子上长大，没有机会学。无妨，我来带你。世子，这黑鬃马看着让人喜欢，这次能带我走一圈吗？要不让姐姐先来吧。坐稳了，我与令妹婚配，按辈分你是我的姐姐，我待你于理不合。老三，你那匹马温顺，带叶大小姐走一圈。多谢世子。你回叶府真的是为了婚配吗？世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婚姻大事当然要听父母的意见。那日在书房，你也是去找账本的吧？你的目标也是账本？我奉陛下之命，监察丞相一党贪腐的事情，查到账册就藏在书房。既然目标一致，不如合作。世子腰间的令牌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麋鹿书院藏书阁的令牌，账册和令牌有关。我探查过，账册80%在麋鹿书院的藏书阁内。弓箭拿来。小姐，狩猎开始还需要片刻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拿来！叫那个人把最烈的麋鹿赶向那个不会骑马的野种。
你在这儿别动。所有人退后，保护女眷。各位镇定，保持安静，别让麋鹿再次受牵连。狩猎场是最后的机会，母亲说的对，不能让他活着回去。这儿风好水好，适合造你的葬身之地。亚乔姐姐怎么朝着马屁股射去？莫非慌了神，失了准头？是你啊！世子，麋鹿跑进密林了，得赶紧派人。蓝色尾羽，你用狩猎的弓箭去射你妹妹的马匹，不过是帮忙射麋鹿，世子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我吗？我亲眼所见，证据也在手里。若叶二小姐今日有任何闪失，我会亲自登门拜问问叶大人。叶府的家教就是当众射杀亲妹吗？凭什么那个野种回来才几天，就把你的魂勾走了？只有他死了，你才会知道谁才是最有利于你的人。都嘲笑我不会射箭，看看，一箭贯穿，这就是天赋。叶满楼，回头！10几年艰苦生活没白过，叶明书，你的准头也不过如此。不好！弓是破的，箭是断的，但够用了。别过来啊！我有弓弩的。叶满楼，回头！行了，起来。姐，那麋鹿那么大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姐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追狗，我绝不撵鸡。兵分2路，一队去那边，一队和我来这里。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头鹿是你猎的，你听到我呼救，赶来救我，一箭射穿了他的脖子。姐，什么意思？这头鹿不是你？你不是想学武从军吗？今日这头麋鹿就是你最好的敲门砖。记住，这头鹿是你杀的，我是你救的。说漏半个字，我让你比他惨。受伤了没有？没有，只是那箭来的突然，正中马臀。若非这马通人性，跑了一阵便安静下来。我怕是……太吓人了！这麋鹿怎么浑身是血倒在这里了？还是离远一点吧，世子，当心野兽沾染晦气。你妹妹的马中了一箭，和你之前射的那支箭一模一样。世子说笑了，我看到血连弓都拉不开，更别说射马了。清河满楼，你们没事吧？托姐姐的福，还没死。这麋鹿一箭贯穿，是谁杀的？是我杀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此次狩猎的头奖，射中的就是魁首。叶小公子甚是厉害，佩服佩服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辈英雄出少年啊！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人笑话我姐了。他没死，麋鹿也没撞死他。还让叶满楼拿了头奖，不行，牵得太深了，拔不出来。让开，我来试试。断剑，弓也那么破，这种弓连靶都射不中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箭贯穿麋鹿咽喉？快啊！磨磨蹭蹭的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我看他手都发抖，天天仗着身份装大尾巴狼，实际上怂包一个。催什么催？
谢哥，你帮忙看一下射中没？拖把，手腕力度不够，要多练。你能不能别像那个马蜂一样嗡嗡嗡的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在夸我很勤奋吗？你很吵啊！看来我没有选错合作的人。这个叶二小姐还真是深藏不露。清河姑娘，留步。怎么了，谢世子？这是麋鹿书院的通行令牌，你不是想去看藏书吗？随时可以来。这可不行，这是世子的令牌，我拿了你以后想进书院怎么办？这不合规矩。给你你就拿着，我以后要是想去，难不成他们还认不出我这张脸？那多谢世子了，我用完会尽快还你的。这个也拿着。还有，不用跟我客气，以后就叫我文州吧。谢文州，下次见。叶家的书院，谢家的令牌。娘，我离账本又近了一步。好，狩猎场一事，丞相大人在朝堂上亲自夸了我叶家教女有方。清河，你真是给为父长脸了。来人，快去给二小姐添置几身新衣裳，再打几套京城当下时兴的头面。以后府里的吃穿用度，二小姐和大小姐一样的分量。父亲过誉了，这次是弟弟在狩猎场上救了女儿，又猎杀麋鹿获得头奖，功劳是弟弟的。哼，你弟那两下子我还能不知道？明叔，你也是，以后多向你妹妹学学，宴会也好，狩猎也罢，你妹妹才回来几天，你看看她做出来的事儿，可比你利落多了。父亲说的是，妹妹确实能干，我自愧不如。还有一事，威远将军不日班师回朝，此人手握重兵，是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丞相大人的意思是，谁能把他拉到我们身边，谁就是最大的功臣。这个机会，为父希望我们叶家能抓住，你们二人也上心些。父亲放心，这位威远将军女儿有过几面之缘，倒比旁人更能说上几句话。女儿必不会让父亲失望。这里弯下去，你怎么又起来了？姐，你不是说教我射箭吗？射箭为什么要绑沙袋蹲马步啊？你现在连弓都拉不开，不先增强体能，还想射箭？快点，手伸直。二小姐，谢世子的邀约还是拒绝吗？拒了，就说我身体抱恙。姐，你记得上次爹说的威远将军吗？听说他武功盖世，在边关打了10年仗，从没输过。明日他回朝了，我一定要去请教他几招。上次的板子还没挨够，还敢往武官跟前凑？那可不行，明天估计全城的人都会去瞻仰威远将军。再说了，我不说你不说，爹怎么可能会知道？这么有名，威远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？姐，你对威远将军感兴趣？谢文州。叶满楼，这箭是让你乱射的吗？射中人怎么办？叶二小姐连日推脱本侯邀约，闭门谢客，我还以为你身子孱弱，需要静养。可我看叶二小姐嗓门洪亮，中气十足，已经开始想着还未归京的威远将军了。世子说笑了，我初回京城，不过是满楼天天念叨，我才多嘴了一句。是啊，谢世子，我姐才不感兴趣呢。所以你为何回避我？我推脱邀约，是害怕别人乱嚼舌根，污了世子名声。威远将军受欢迎，不过是因为新勋贵，除了我们旧武将世家，大家都想拉拢而已。过来坐，给你带了几本书。多谢世子，只是这些书不太全面，下午我再去一趟麋鹿书院，借2本书再看几本。世子要一同前往吗？
你先去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处理完就立刻赶到。这俩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那当然，这威远将军白手起家，草根军功，跟谢文州这样的世袭贵秀不一样。当时地图上标记的是阁楼，具体位置应该是东南角。谁在哪？小姐需要帮忙吗？我看你一直在这里，要不我帮你？不用。这位小姐，我也想借你手里这本书。我说了，不借。抱歉，抱歉。李开学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那当然，我从来不失约。你真要去参军？王大叔说今天出发。生逢乱世，没人可以置身事外。你是不是要跟我讲这句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要在战场建功立业？这句话不知道说多少遍了。听说边关的女人个个会骑马射箭，地方也比这荒庄子大多了。你到那边顺便找一个回来。那可不行，我爹说了，老李家一辈子只认一个人。听说边关的合欢长得好，等我回来，我给你带边关最红最艳的合欢花。这书上不少习武步骤，你那三脚猫仔细学，别死在战场上。这不是老秀才送给你的吗？那你可拿好了，爱惜着点儿。把书弄坏了，我要你好看。放心吧，看我给你正个鞠躬。该死！站住！什么人？小心！世子，今日有小贼闯入，不是和你说这里太绕了，不要乱走吗？这是我的人，我让他帮我拿2本书，应该是迷路了。世子恕罪，我们现在就离开。多谢世子。谢我什么？第2次帮你，帮了你那么多次，那你想好怎么还我了吗？世子想要什么？没想好，先欠着吧。想好了我再告诉你。我先送你回去。你感兴趣的那个威远将军明日回京，到时候我代表京中武将去玄武门迎他，为他办接风宴，你会去吗？去。叶满楼一直吵着要去，不去肯定不行。怎么还没来？威远将军，明叔在此恭候多时，将军可还记得明叔？我5年未回京了，请问您是哪家的贵人？5年前，你经常来我叶家的糕点铺买杏糕，那时候我在铺子里，我们还说过几句话。原来如此，叶大小姐，别来无恙。清河，将军认识佳妹？当然，我们10年故友，不只是认识。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都成为将军了。那是当然，说好了给你挣个军功回来，绝不食言。李将军远归京中，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行军打仗，风餐露宿，尘土飞扬，自然比在京中颐养天年的人辛苦。谢世子客气。李将军真会说笑，尘土沙子都是没根的东西，风一吹就散，自然不能和文人雅士的诗词墨宝相比。姐，你有没有闻到空气中有浓浓的火药味啊？我是个粗人，自然拽不出什么酸臭的文字。我只知道行军打仗靠的武力。今日酷热，不在此处叙旧了。我已备好接风宴，为李将军接风洗尘。今晚将军府设宴庆功，清河有空和我一起参加吗？另外半本账册还在他身上，这正是拿回账本的好机会。自然不能驳了世子的面子。只是既然是本将军的接风宴，谢世子应该不介意我带一位阔别10年的朋友吧？10年的朋友啊！李将军自便，我先走一步，恭候李将军。
我妹妹刚回来不久，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不如我陪妹妹一起去。也好，那恭候几位了。得意什么？大家都去接风宴，是好是坏还没分出胜负呢。姐，等等我啊！今日来的都是朝中大员，你可得好好表现，别给叶家丢人。父亲放心，女儿心中有数。姐，你不是和威远将军认识吗？帮我说说好话吧，我想请教将军射箭。妹妹好手段，不仅勾搭谢世子，还认识李将军。不过可惜了，你一定会输。同时抓着2个人，总有翻船的一天。将军，明叔再敬你一杯。今日玄武门前，承蒙将军念及旧情，亲自邀我赴宴，明叔感激不尽。叶家大小姐和威远将军有交情，以前倒没听说过，听说2人见过好几面，将军对她颇为赏识。叶大小姐有重。今日庆功宴，来者都是客。将军，舍弟一直仰慕将军威名，想请教几招射箭的功夫，不知将军可否拨户指点一二？二小姐亲自开口，本将自然应允。叶小公子猎场挺身而出，射杀麋鹿，救下亲姐，这英勇之事我可听说过。冲你这勇气，只要你能坚持，本将便教你。我能坚持，多谢将军。更何况二小姐是本将的故友，她的弟弟自然就是我的弟弟。故友，李将军，本世子怎么不知道叶二小姐还有你这样一位故友？本世子数次邀约，二小姐都推脱身子不适。今日看来，二小姐精神难撼。世子误会了，今日是李将军相邀，和姐姐弟弟一起，并非孤身一人。李将军，你多年驻边，不知京中情况，本世子怕你在边关久待忘了规矩。京中姑娘不是边关军妓，将军想勾搭就勾搭。世子这话是看不起我边关的将士，还是看不起清河？二位皆是朝廷栋梁，何必为这点小事争执？今日接风宴，清河敬2位将军。二小姐倒是爽快。姐，新旧勋主武将的争锋真有。你今天在满朝文武面前把叶家的脸丢尽了。父亲，不是女儿的错，是那个乡下丫头故意。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将军是以你的面子才邀叶家，结果呢？将军全程只和清河那丫头说话，你站在旁边像个笑话。女儿只是想为父亲分忧。你这是在添乱！从今日起禁足半月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教的，10几年栽培不如回来半月的清河。母亲，你真是个废物，还连累我被你父亲责怪。蠢货，扶不起的阿斗，我亲自来。难得叶二小姐主动登门，我还以为要躲我到明年呢。哪里的事，最近一直忙碌，今日得空就赶紧来还令牌了。更何况二小姐是本将的故友，令牌用完就还，那10年故友呢，也是用完就扔。李将军只是故友，阔别多年，难免多说几句。世子若是因为这个不高兴，我不高兴。叶二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谁给你的令牌？谁为你解的围？谁3番5次帮你？世子的人情，清河都记得。记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今日是为了还令牌，还是为了见我？哼，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，你留着便是。世子不生气了。本世子没那么小气。多谢世子。叶清河，我比较期待你是用完我就丢呢，还是会比对待李开行那个家伙更上心呢？姚华可还记得这个？自然记得，
这是你我二人归阁时你亲手做的，并蒂同心。刘姐姐今日来找我，是遇到了难事。那个刚刚回来的叶清河，处处压制我精心培养10几年的明书，如今连我的儿子也维护他。瑶华，你我从家中不受宠的庶女走到如今的地位，都不容易。你应该明白，今日不除掉他，改日他一定会毁掉我拼尽全力拥有的一切。姐姐想让我怎么做？妾身听闻，几日后皇后寿宴是娘娘亲自操办，您到时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其他的妾身会自己看着办。好，你我多年情分，寿宴上我会派人辅助你。多谢娘娘。姐，这佛经就差最后一章了，你最好有事，不然我一定把它塞你嘴里。有事有事，明日皇后寿宴，你小心些身边的公公侍从啥的。什么意思？有人要害我？你从哪里听说的？从哪里听说的你别管，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就对了。这小子今天又抽什么风？各位小姐若有才艺，尽可上前展示，不拘诗书琴画，能为皇后娘娘添福添寿便好。二丫头，你不是为表孝心，提前为皇后娘娘抄了佛经吗？快献给娘娘看一看。是，母亲。臣女抄写心经1卷，为皇后娘娘祈福，愿娘娘福寿安康，万寿无疆。你有心了。肃杀吹甲上微关，铁骑横空踏远山。我辈提歌平乱世，岂容拥立掌风环。平乱世，掌风环！娘娘，这纸片上写的是反诗。叶家二小姐，你是要将反臣之心呈于本宫吗？诗会上吟反诗还不够，今竟敢在皇后娘娘的寿宴上呈反诗，叶清河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！二丫头，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来？老爷，妾身早就觉得这丫头不对劲，一个在庄子上长大无人教养的人，不仅会作诗写字，如今连反诗都敢呈给皇后娘娘。你胡说！我姐不可能写反诗，你们这是诬陷！满楼，坐下。姐，皇后娘娘，这反诗不是臣女写的。人赃俱获，你还敢狡辩？皇后娘娘，这纸片上的诗不是臣女写的。臣女抄写佛经时，经文一直在臣女房中放着，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动了手脚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潜入你的闺房，特意往佛经里塞了反诗？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本事？清河，你就别狡辩了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别连累了叶家呀。平乱世，平定边关乱世，掌风环，掌天下安危。这诗是我边关军中用来鼓舞士气的军歌，若有人刻意栽赃，自己也能模仿。京中谁人不知李将军与叶二小姐私交认笃？李将军怕不是故意为这叶二小姐遮掩吧？皇后娘娘，此案有疑。皇后娘娘，此案有疑。
昨日有人递给侯府一封匿名信，信中说今日寿宴将有反尸构陷。臣本来未曾当真，直到方才反尸案果然出现。哼，一封匿名信能说明什么？说不定也是造假的呢。若臣以永宁侯府百年青玉做担保，既然世子都以永宁侯府百年青玉做担保了，那就先搁置此意。叶二小姐，你且起来，待有司审你，若你真的清白，本宫自会还你公道。谢皇后娘娘。姐，周贵妃和母亲肯定是一伙的，那内侍早不摔晚不摔，偏偏在周贵妃跟前摔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他们就是想害你。你说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有父亲，他居然一句话都不帮你说，你是他女儿，他在殿上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满楼，你今天在殿上替我说话，我很感激，但以后不可如此鲁莽冒险。姐，我只是想保护好你。我知道。刘尚南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从今日起，张家全交给吴管家，你不必再管任何事了。这么晚了，还不进去？叶二小姐，本世子来讨杯茶喝。今晚在殿上跪了太久，膝盖有点疼。世子是来讨人情债的，不是来讨茶的。今晚在殿上跪下去的那一刻，你猜我在想什么？如果皇后不信我，如果我赌上永宁侯府百年青绪也保不住你，该怎么办？世子不该拿自己的前程去赌，我不值得。那你认为什么值得？世子的药膏我收下了，夜深了，世子快回吧。不能胡思乱想，母亲的仇还没报，当务之急是明天赶紧找李开勋拿回那半册账本。谢文州的人情慢慢还吧。你怎么想着约我来阁楼？我以为多年不见，又帮了你，你至少先请我吃顿饭呢。吃饭是该吃饭的事，只是你是不是要先赔我件衣服？你是那日的阁楼小贼？你才是贼，还抢走了我的账本。你是为了账本？对了，你曾经和我说过你要查叶渊，所以你回京城也是为了查叶渊？不只是叶渊，我在查军粮贪墨案，边关将士的粮草赏金被京中人扣押，账册流经叶渊之手。这也是我来书院的目的，和你撞见是意外。我需要另外半本账册扳倒叶渊，如果你也需要，我可以事后怎抄一份给你。我今日没带在身上，改日拿给你。但是叶渊背后有丞相李长山当靠山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想扳倒他，难如登天。他害死我母亲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缺个盟友，你来不来？你以前可从不求人。那我自己干。谁说让你自己干了？其他的先放一边，先请我去醉仙楼吃个饭，当给我的谢礼。巧了，二位在阁楼里聊些什么呢？叶二小姐，本世子谢世子是来查账的，还是来查我们的？这很重要吗？我今日来是问问叶二小姐膝盖上的伤，涂了我的药，有好些吗？好多了。顺便来讨第一份人情，醉仙楼甲字包房，位置我都定好了，先请我吃顿饭吧。走吧，正好你俩一块儿请，省我一顿饭钱。你和他认识多久？10年，情谊深厚。10年不过如此。昨夜他跪在那殿堂上，你不还是没帮成他？边关喝酒暖身子，京城喝酒谈事情。今天这壶就是用来谈事的。世子想谈什么？尝尝。
也是醉仙楼的特色。不喜欢？太甜了。清河从不吃太甜的食物，那我下次给你带别的点心。既然是来谈事情的，那就开门见山。我和李开寻身上各有半册账本，只是想要翻案，还需要一个能在朝堂上说上话的人。你们谁有合适的人选？3年前致仕的御史中丞沈之正，如今隐居京郊密林。此人清正廉洁，德高望重，门生遍布。若我们能说动他，叶渊的案子就有担保了。沈之正听说过，脾气倔得很，还因此得罪过不少丞相的党羽，很难请动吧？沈之正隐居多年，凭什么见我们？当年大夏皇帝刚即位，沈之正就在官位，也算皇帝半个老师，比丞相李长善还早几年。如果我们道明此意，他未必不出山。行，那就去试一试。我们明日动身。明日可能不行，过2日中秋夜会，京中已加强警备，进出城都要盘查，不如等中秋节后再去。对啊，正好中秋夜会，清河，咱们一起出去转转去。正好，回来这么久还没去外面逛过。那中秋在临河边集合。李将军戍边多年，叶二小姐刚刚归京，怕是人生地不熟，不如在下在京城也待了20多年，我来当伴游，免得二位迷了路。世子日理万机，连中秋夜会都空。李将军戍边辛苦，回京了还天天往书院跑，比起来陪二位逛个灯会，算不得什么。那就一起去。不过我先说好，我是去看花灯的，不是看你俩斗嘴。我先回去了，你们中秋夜会别迟到了。2更天喽！好，好啊！我叶渊养了个好女儿。清河，你知不知道今晚丞相大人在宴上说了什么？他说叶家教女有方，说你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丞相大人亲口说的。父亲过誉了，是父亲教导有方，女儿只不过是沾了父亲的光。太谦虚了，你看看你，侯府世子和威远将军都对你另眼相待，你比你姐姐有出息多了。老爷回来了，今晚怎么喝的这么多？高兴，丞相大人今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我叶家，这些都是丞相大人赏赐的。清河，你挑几件喜欢的，剩下的入库。清河真是争气，老爷更是文官典范，教导有方。明叔，多跟你妹妹学学，别整天闷在自己院子里。母亲，你还有脸叫我母亲？栽培10几年，结果你爹现在眼里只有叶清河，在这杵着当根柱子，不如想想怎么给自己嫁出去，好歹还能为你弟弟添点助力。叶满楼，连我的婚事也要为他铺路。既然你不帮我，那我就找能帮我的人。吓妹妹一跳，我当是哪个小毛贼呢？搞半天是姐姐啊！怎么，姐姐爬我的墙头是因为我院子里的月亮好看？你不是问我寿宴前看到什么吗？那天晚上，张嬷嬷进了你的房间，往佛经里塞了一张纸条，我没有阻止她。你今晚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我有时候在想，你运气还真好，寿宴上让谢文州对你死心塌地。就连大名鼎鼎的威远将军也在寿宴上为你出头，个人选择全凭自己，是他们走向我，真虚伪啊！当年母亲抛下我，只带走你一个，你如今的成就，如果母亲当年带走的是我，未必不会是我的成就。母亲就是偏心。如果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，请你滚回你的院子里去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锦衣玉食有什么用？到头来，你一回来，能改变我的处境的婚约都不见了。清河，如果有一天能找到你姐姐，帮我好好看看她。叶府那虎狼窝，她不知道过得好不好。再对我娘出言不逊，我保证你出不去这个院子。亏母亲死前还在念叨你。刘氏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她一定会再次动手。中秋夜会，带我一起去。
我凭什么带你去？因为我要给自己找一条活路。父亲和母亲都把我当弃子，我不会再威胁到你了。我只想去灯会结识达官显贵，然后脱身。我还能帮你打眼。脑子还算能转弯，我可以和父亲说情，其他全凭你自己。他明日不是要去什么中秋夜会吗？到时候你找2个人跟上去，适当时候制造一点意外。你俩来的挺早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俩保持距离。你这小子规矩还挺多。那当然，我是叶家唯一的男子汉，保护姐姐天经地义。既是护卫，可别把自己弄丢了。丢了你都不会丢我姐。几位客官，猜灯谜银花灯，一灯一盏，童叟不欺。姐，那个兔子形状的好看。客官好眼光，这是我摊子上最漂亮的一盏灯，您若猜中，直接拿走。出门飞树亦飞台，得水方生一夜开。未结黄石腰长须，岁岁春耕最先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老板，你诚心不让人猜是吧？客官，我这可是最好的花灯，自然配最难的谜题。我拿钱和你买。这花灯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老板，我知道，清河得水春耕，青青禾苗。公子才学渊博，一答就中。多谢。我从前的日子，中秋大家也放灯，不过那时候一般都是许愿，倒是这里放灯，都是祭奠死去的人。许愿的人不在了，那就祭奠吧。杏糕，以前在庄子上的时候你最爱吃，不知道现在还喜不喜欢？你还记得？还是和小时候一个味道。这糕点不是将军最爱吃的吗？我不爱吃，清河爱吃，以前常买。原来庆功宴上丢脸，都是我自作多情。去准备，等船到河心，周围没人就动手。还有人要游船吗？这条船满了，你们从下一条吧。你们去吧，我去随便走走。姐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寿宴那天，我让你小心侍从，是因为那天早上我去找母亲，在门外听到她和一个被叫公公的人说话，他们要害你。我不知道是谁，但肯定不是好人。姐，反诗是多重的罪，我就是不通文列也知道。我那时候才明白，母亲不是偏心，她是真的恨你。你做得对，这些事不需要你说抱歉。可是她是我母亲，她怎么能这样？满楼，用我们那儿的话来说，罪不及子女。你没必要为了你母亲背上负罪感。抓紧了！清河，先别管我，就叶满楼。你没事吧？那人呢？撞了别人的船，害得我们差点死了。跑了。那船跟了我们有一段距离，估计是谁出手了。
是谁？不把王法放在眼里？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我刚刚看见张嬷嬷和3个壮汉在一起，你估计有麻烦了。不需要帮忙，家事我自己解决。寿宴的事我没找他麻烦，他倒是先找我事了。明日正常去找人。今晚宴会上，有人说叶家小姐和2个外男同游，举止亲密，全京城都在传。你知不知道这对叶家的名声意味什么？父亲说的2个外男，是侯府世子谢文周和威远将军李开寻。谁传的话？都是放屁！我一直和我姐在一起，怎么没看到举止亲密？我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礼仪的，在我面前爆粗口，不争气的玩意儿！老爷，满楼年纪小，也怪我没教好他，让他整天跟别人出去鬼混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老爷您别生气。说什么大尾巴狼？你教过我1天吗？我受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是欠打！我童文墨天天钻研那个武学，我该打死你！女儿全程规规矩矩，从无越轨之举。再说，不是父亲让我们紧密联系世子和将军的吗？女儿为了叶家，为了父亲尽心尽力，却有谣言传出污女儿清白，难保不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想借父亲的手来打压女儿。清河这话说的好像在怀疑自家人似的。女儿不是怀疑，是担心叶府的内鬼若不揪出来，以后父亲的事也会被传出去。母亲不觉得该查一查吗？我全程在场，不是私会，5人同游。清河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。行了，今晚的事到此为止。戒严期间，都给我待在府里，不许再出门。这丫头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能言善辩了？叶明书不是翅膀硬了，那就婚配，2个女儿一起打发，叶家就干净。3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？晚辈叶清河冒昧来访，是希望沈大人能够出山做担保，为冤案做主。老夫早已知事，不问朝政，只想苟活残年。各位请回吧。老先生归隐避世，可天下百姓未曾安稳。如今京郊流民遍地，恶殍遍野，官吏无人治理，边关更是惨烈，年年征战，将士死伤无数，粮草断供，忠魂无归，却始终无人追责。老夫何尝不知，我儿一生守边关，任职粮草官，鞠躬尽瘁，最后惨死乱军之中。我儿媳听闻噩耗，殉情相随，双双殒命。我年迈老朽，无力翻案，为保住唯一孙儿，我只能忍，只能避，不敢与强权抗衡。老先生隐忍是为至亲，可若无人挺身而出，往后忠良尽冤，苍生皆苦。您的退让只会让奸贼越发肆无忌惮。你叫叶清河，哪个叶？麋鹿书院叶渊的叶。此行为请您做担保，状告我的父亲。女儿告父亲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？知道，但母亲被拖死在庄子上，归因皆是政党逐利，所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好，半大孩子为了世间，尚且能做到如此，老夫隐忍半生，若再苟且偷生，愧对王子，愧对苍生，我随你们回京。晚辈替边关万千将士谢过老先生高义。人数不少，不乏沉稳，都是练家子。你力气大，护好自己。后门有路，穿过竹林，有一条小溪，溪边有船，能通京城。该死，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这令牌是丞相的人，我早该猜到的。做御史中丞时，我手里有很多丞相的罪证，但儿子儿媳已死，我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孙子，只能致意。沈老放心，这里是我的一处私宅，十分安全。您先在此安顿，到时我会派人去传信给您的孙子。那就谢谢你了，谢世子。无碍，刚才列主反朕，逐次划开了手腕。我们是盟友。这是我给你的内罐。挺好用的。
就随身带着了，正好派上用场。是我在战场上做的多，我来吧。没事，我一次性弄好了。我先离开，回去晚了容易被我爹察觉到。我记得清楚，这花瓶的位置比上次我放的位置偏了1寸。果然有人动过，这府中胆敢窥探我机密的人，也就只有清河那丫头。老爷，近日京城流言满天飞，人人都说二小姐举止轻佻，频频私会外男，不顾规格体面，早已辱没咱们叶府门风。清河如今性子叛逆，带的姐弟二人也不服管教，继续放任，迟早连累老爷仕途，败坏叶家名声。依我看，不如早早为他姐妹二人敲定婚配，找个寻常人家困住，既能堵住悠悠众口，也能免去日后祸患。此女心思太深，无法掌控，如今已然没用，便依你所言，婚配之事你自行安排即可。妾身定当尽心安排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奴婢刚在老爷书房外听到，夫人说服老爷了，要把您和二小姐嫁出去。这么快，他连等都不愿意等了。帮我梳妆，明天一早我去找母亲。我从小在她膝下长大，她不会太为难我的，不会的。母亲，女儿给您熬了粥，您尝尝。难得你这么有心，放那儿吧。母亲，女儿还想留在母亲身边侍奉你。女儿从小在母亲膝下长大，母亲亲手把女儿养大，不会太为难女儿的，对不对？亲手养大？我养了你10几年，你给我带来了什么？连那个丢在庄子上10几年自生自灭的野种都比不过，还害得我丢了管家权，这就是你的回报。母亲，女儿以后一定听话。你让女儿做什么，女儿就做什么。那你就应该听我的，我让你嫁就嫁，还跟我谈条件，跟你那个早死的娘一样让人恶心。你说什么？果然，你那眼睛真像你母亲。她当年去庄子前也是这么看着我，可惜还是我赢了。女儿今天惹母亲不开心了，今天就不在这儿碍眼了，改日向母亲赔罪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大小姐。叶清河，你怎么？这些鞭痕都是母亲打的。10几年，我在水深火热中过来，琴棋书画恨不得长在心里。好不容易有了可以掌握的婚约，逃离这里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母亲既然带走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和娘好好的在庄子上，永远不要回来？为什么要回来夺走父亲的关注，夺走我的婚约，夺走我最后仅存的东西？过日子，娘在我6岁那年就死在庄子上了，这10几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过的，你要比苦吗？大小姐，你锦衣玉食在府内，你吃过桦树皮吗？叶清河，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是被你那个便宜爹和你口口声声的母亲活生生耗死的。为了你享受的荣华富贵，12年，我以为吃苦的12年，是因为恨才坚持下来，原来我恨错了人，到头来笑话一场。想掌控自己的命运，
你就得把握住机会。你需要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继续当你的乖女儿，找机会拿到反尸案的证据。其他的，我来安排。母亲，是女儿之前不懂事，惹您生气了。女儿想通了，往后事事听母亲安排，婚配之事，女儿绝不抗拒，一切顺从母亲。你早这般懂事，何苦受那些委屈？好好听话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夫人，宴席快开始了。你收拾完了就回去吧。母亲去给你物色合适的人选。何丫头，怎么不走正门啊？沈老，您说话时能不能先提个醒？差点吓死我。老朽失误，今日带了什么过来？给您带了2本书解解闷儿，还有些糕点。是杏糕啊，太酸了，老朽牙口不好。何丫头，你吃吧。不好意思，沈老，这是临走前叶满楼塞给我的，我给忘记了。好酸！李开寻给叶满楼给错了吧？这杏糕一看就是自己做的，正常店铺买这样的，摊子早就被砸了。带在路上吃。你最近没有和谢世子和李将军碰面吗？最近家里看得严，大家各自在忙，就没碰面。丫头，人这一生唯有一个情字最难分辨，有些相处是报恩，有些牵挂是执念。你心里清明，却无法坦然承认。别学老夫，别把想说的话、想解的结留到无法挽回的最后一刻。坦然承认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需要。柳氏想办相亲茶会左右我的命运，那我就以反诗彻底终结它。或许你可以在恰当的时候把皇后和周贵妃请来谒府。皇后那边我来安排，周贵妃那边不能保证她会帮。不需要她帮我，只需要她到场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下次我来给沈大人送东西，你一个人翻墙出城，遇到巡夜的怎么？没什么大危险，谢文周替我解了围，再不济，我一石头拍晕一个不成问题。他帮了你？动脑子我不太擅长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剁了他们。不用，有些账我要亲自去算。第2包，这包正好和以前吃的一样。哪一包味道不一样吗？我买的一直是一家呀，难道是中间买的不好了？你先回吧，我得赶紧进去了。
二小姐，快去前厅，夫人请的客人都到了，就等您了。走吧，让夫人久等了可不好。这不回来啊！二小姐名声尽毁，举止轻浮；大小姐死板木讷，姐妹二人无一体面。哼！你们满楼！今日之后，再没人阻拦我稳坐叶府正室之位了。夫人，谢长子领着皇后和周贵妃来了。臣妇拜见皇后娘娘，不知二位大驾未出门迎接。行了，无需多礼。我是听文州说今日有好戏看，过来瞧一瞧。巧了，我也是听说有好戏，所以过来瞧瞧。今日家中设宴，招待世家贵子，给两女儿相欠婚事，这可不算好戏。当然有好戏了。皇后娘娘、周贵妃娘娘可还记得魏杰的反诗案？事后民女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这佛经每日随身携带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反诗呢？直到我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是你，叶明书，是你背叛我！你竟敢背叛我！这是诬陷，娘娘！不是诬陷，我亲耳听到，母亲要用反诗来陷害二姐。柳氏，人证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什么反诗？就是之前皇后寿殿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这个叶夫人说自家二小姐写反诗，有意思，自己诬陷自己家的人，唉，家丑外扬，家门不幸。杨华，杨华，看在我们姐妹一场，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你忘了我亲手做的木钗了吗？叶夫人，别乱攀亲戚了。做错事被抓到了，就要认罚，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周瑶华，你忘了我们的相同处境了吗？比起这个木簪子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拿曾经的不堪绑架我。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位置，过上好日子，结果你还非要一次次提醒我过去的伤口，你让我恶心柳尚南。身为朝廷命妇，私劫权臣，私藏逆政，祸乱家风，罔顾礼法，罪证确凿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剥夺一切诰命体面，离出主院，罚尽思过，等候后续发落。好看吗？在这里待着干什么？都滚啊，滚啊！这下你满意了？野种，你就是野种！满意？我当然满意了，毕竟你吃瘪，我就开心啊。此女手段狠绝，深藏不露，是我低估她了，断不可再留。早知道留着你会给我带来无穷祸患，当初就应该把你和你那个女人一起弄死。你已经弄死了，只不过我活了，你就该死了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
当然是要你承受比我母亲痛苦1000倍万倍的折磨。李将军，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知错能改，便是立身之本。她是生我的母亲，我却多次作证让她受到伤害，可她欺负了姐。姐是第一个正确教我礼义廉耻的人。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只能告诉你，你认为你母亲做的对吗？你认为什么才是对的？你后悔吗？还是害怕被指责后的愧疚？我知道了，将军，我不后悔。这是我姐教我的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。将军，你能教我耍枪吗？那你可要好好学。大人，听说叶大人养了个好女儿，刚把自己的妻子送走。属下管教不方，定会严惩这个不守礼教的女儿。此前沈之正被人劫走，救下沈之正之人的身形、手法、行事风格，与叶家二小姐叶清河有5分相似。原来如此，我从头到尾都被这个女儿蒙蔽了。她恢复隐忍蛰伏，除掉柳氏，步步布局，根本不只是争宠夺权。她的下一步目标，定然是扳倒我。要除掉她，就要先把李开寻和谢文调走。明白，明白。姐，这门咋是开的呀？不好！我恐身陷埋伏，前路凶险。叶满楼，速去传信谢文朝世子李开寻将军，即刻跟我赶来相助，快去！嗯。何丫头，躲好！何丫头，多谢你又救了老朽。不说这些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有人递信说劫走了我的孙子沈放，我猜想谢世子应当是被绊住脚步，但我只生着一个孩子，也不能连累你们，就留下信件自己来了。今日书院那边无人接引你吗？我等了很久，没有等到人，就直接回来这里了。爷爷，沈大人，你坚持住。好孩子，莫哭，老头子耳朵疼。
想我半生清廉，终究逃不过权谋盗捕。我手中那些丞相的罪证，沈放都知道。他年纪小，现在要搬到叶渊还不行，但对付叶渊，够了。我沈家唯有这一个血脉，替我护住公道。沈大人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清河，你没有对不起沈老，沈老也是为了公道。死人的公道吗？北边边境大乱，敌军大举突袭，防线崩溃，边关镇守将领几乎全员战死，边关全线告急，局势危在旦夕。边关大乱，应当急速派遣猛将前去支援。哦，爱卿有何推荐？臣认为威远将军李开旬骁勇善战，极为合适。臣附议，李将军能力卓绝，是此次战役的不二之选。臣等附议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还有谁有别的意见？我帮你。臣附议，边关告急，李将军无疑是最优人选。皇上口谕，命威远将军李开旬5日内整军出发，奔赴北境，平定战乱，不得延误。世子，路上有人阻拦，我们去迟了。沈小公子不见了。我来吧，我比较擅长。你去哪儿了？我为何李开旬能来，你不能来？沈大人死了，李开旬不明说未能知道，你在朝堂上送他去北境是不是？谢文州，我不知道你在谋划什么，但我们是盟友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把朋友放在危险的境地。这东西我用不到了，你收回去吧，别跟着，我自己冷静一会儿。沈老护清河而死，他心中难受，你让他自己冷静冷静吧。我知道，你去北京的事情落定了。边关急寒今日到了，北敌犯境，守将折损过半。丞相到时候一定会指示叶渊在朝堂上力荐你出征，调虎离山。他的目标不是你，是清河。没有你在京城，他的处境会更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去。边关死人，我是将军，不可逃避。朝堂上的事你不用管，我在其中为你斡旋，让你在边关时尽量没有后顾之忧。谢文州，多谢。谢文州，你对清河是好奇还是喜欢？李兄问这个干什么？只是想知道，我不在京中，会不会有人好好照顾清河？我不能保证，二小姐是有主见的人，自己想做的事，不会轻易让人插手。但是只要她需要，我无处不在。做杏糕时，也许放点糖，不然太酸了也难以下口。
身为女儿，暗中算计生父，目无礼法，简直是叶家孽女，世间异类。礼法？你也配合我礼法？我生母嫁你半生，扶你仕途，助你坐稳书院院长之位，你自诩文臣一流，却为攀附权贵，害死我母亲。你这样背德背礼的人，不过是伪君子。放肆！你个孽女，当众颠倒黑白，污蔑长辈！黑白是非自有公道。今日起，你我断绝父女关系。我母亲的债，你且等着。好家伙，感情我姐打我没下死手。老姐，女中豪杰，姐，等等我！愣什么愣？还不赶紧过来把你爹扶起来！别误会，我是进来看笑话的。这还能动？自己起来吧。叶清河，好冷啊！这雨下完估计就要下雪了。姐，咱们这算是和那老头正式宣战了吗？接下来咋办？整理证据，去敲登文谷。我也去，我也知道一些情况。带我一个。民女状告当今麋鹿书院院长叶渊买官贪腐，无恶不作。你是叶家哪位二小姐？子女状告生父，无论案情真假，必先受杖刑20。民女同样状告麋鹿书院院长叶渊。状告生父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听说这二小姐回京城不久，谣言就闹得沸沸扬扬，恐怕不是真的。怎么就不能是真的了？只许有顽劣的孩子，就没有恶劣的父母了？谁来受刑？我来。我不欠你了。等你平安回来。审理官，怎么是他？世子，陛下闭关炼丹，不见任何人，您跪在这里也是白跪，请回吧。陛下不见臣，臣就在这里等，等到陛下愿意见为止。唉，谢世子，陛下让暂家问你，你这般执着，求的是什么？文州只为恳请皇上将皇宫审谕之权交于文州。世子何必如此之念？此案牵连甚广，搅动朝堂格局，接手便是无尽祸事。世子不惜雪中长跪，赌尽身家性命，执意要亲自审理，究竟为何？不为功名，不为权贵，只为正己心。世间有错便要纠，世间有冤便要雪，世间有罪便要罚。我若避祸，众人皆避；世间再无公道，我心有尺，仅此而已。有人打头阵，能为我搬掉李长善一臂，也未尝不可。世子如此心怀大义，老奴且试试能不能在圣上面前为世子说上句话。多谢公公。圣上口谕，此案全权交由谢文州审理，任何人不得干预，不得阻拦，不得徇私。堂下民女叶清河，你状告生父叶渊，可有冤情？细细道来。民女叶清河状告生父叶渊，禽兽不如，害死生母王远墨，吞并家产，贪污受贿，买卖官爵。可有证据？有，民女4岁，叶渊另娶，将民女和重病的母亲丢在庄子上，无药无食，活活耗死我生母。叶渊不顾子女，将我弃养庄子食不果腹10几年。此册账本
笔笔账目都是叶渊买卖官职、收受贪贿赂的证据。被告叶渊，原告叶清河状告你贪墨受贿、构陷栽赃、毒杀发妻，你可认罪？荒唐！我为官20余载，清廉自守，何来贪墨之说？至于毒杀发妻，更是无稽之谈。王远墨是病死的，当年有太医卖剂为证。那账本你作何解释？账本肯定是伪造，字迹可以模仿，这就是纯属诬告，一派胡言。此女不孝不义，为私怨构陷生父，罔顾人伦。大人，我有人证。传人证。下毒全是夫人要求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是后宅妇人争风吃醋，不足为凭。他们2人一不顺心就拿我撒气，真巧，我被打后没离开，正好撞破叶渊利用王母商队卖官的事。民女也是人证。你个不孝女，满楼肯定是被叶清河带坏的。我亲眼看到母亲在偏门交换信封，亲耳听到他们商议构陷反尸案，这一切全是父亲默许的。世子，这些一看就是自家孩子不懂事，小打小闹，光凭这个可定不了叶院长的罪。谁说只有这些？草民为祖父平冤，祖父沈之正清廉公正一辈子，却因手握贵人罪证被赶尽杀绝。可惜杀我祖父的人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。草民手中的证据，每一笔贪污都详细记录。该死，叶渊这个成事不足的，竟然没把人杀死。下官想起丞相交代的公务还未处理，就不在这里凑热闹了。下官告退。叶渊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是诬告，这是诬告！我有点累了，其他的事稍后再说吧。好，你先处理自己的事情。真是爹的好女儿呀！你毁了我的仕途，孽女，孽女！我就应该手起刀落，把你直接一刀杀了！你和你那娘一样，都是贱人，都是挡我官途的贱人！叶渊，下地狱吧！我来辞行，你往哪里去？不知道，但家都散了，你打了胜仗，我也该离开了。拿着吧，这是母亲的，你自然有一份。我不该拿。从前你我被困在叶家后院，世人皆言女子归宿在婚嫁，可我告诉你，女子的自由从不在依附他人馈赠，这是母亲留给你的底气。我明白，清河，对不起。要走了。姐，你来送我了。满楼，你也要去边关？那是，看我这衣裳，威风不？满楼，为什么非要去边关？你从小在京城长大，没吃过那种苦。姐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娘跟我说，叶家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姐姐们都要为我铺路，没人教我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直到你来了，虽然打了我一顿，但是我好像知道这些道理了。光长个不长脑子，傻乐！你知道边关多危险吗？姐，我16岁，不是小孩，不可能一直躲在你们的羽翼下长大。再说了，李将军说要教我耍枪，我去边关历练历练，
到时候给姐挣个军功回来。别给李将军丢脸。文绉绉的宴会真没意思，先走一步，一定不丢脸。有你给我做榜样，我肯定要变得和你一样厉害。姐，等我回来！差点忘了重要的事情了。这不是我庄子上给你的那本吗？这么多年保存的那么好，我差点都忘记了。对了，你那时候还和我说给我摘边关的花呢。我食言了，边关6载，我再也没找到任何一朵比这朵更红更艳的花了。你没有食言，你安全回来了。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我上次和谢兄聊了很久，或许有些事情你可以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。谢兄，你们什么时候那么熟了？老早的事了，我们不是盟友吗？他在雪中跪了3天，为你求来了主审资格。边关是我想去，为了我的使命。谢兄是顺水推舟，帮我圆了想法，又为我争取了最大的权益。点兵了，走了。傻子。慢些，小心脚下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没多久。我想你一定回来，就在这里等你了。暖的，拿着捂捂手。你是傻子吗？不知道找躲雪的地方，做了那么多，不和我解释。我怕你看不见我，做的有点不好。这个比上个好，不酸。走吧，回家。启禀世子，南边大雪压塌多处民宅，难民激增，急需赈灾。南边哪个县？受灾范围有多大？清源、平阳2县最重，波及10几个村落。目前已有数百难民涌入京郊。南边归丞相李长善手下的人管理，等他们走完流程，灾民早就冻死了。那就不要等他们走流程。我有粮食，你有兵。你先带一批人去南城设舟棚，无需通报，速度要快。看来后面的路任重道远啊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